恭喜宿主转世成为孙悟空，现处于临时阶段。孙你个头！我他妈不想当弼马温啊！这泼猴还没出世就被漫天神佛给盯着。龙宫取宝，那时候猴子才修炼多久？龙族就算是再落魄，作为洪荒上古三族之一，也能一个喷嚏淹死他。明知道猴子喜欢吃桃，还让猴子守蟠桃园，这不是明摆着送上门？偷仙丹的套路更是明显。太上老君那是什么级别？不放海猴子能偷到仙丹，至于大闹天宫？更是一群奥斯卡影帝级别的演员在演戏，都特么的是套路。检测到宿主对套路颇有研究，无敌至尊反套路系统绑定成功。我擦，金手指系统还是专门反套路的。现为宿主发布第一条任务，宿主请反套路，晚出世500年。任务奖励荒古至尊体。沃德发，荒古无一的修炼圣体，还有这等好事？请宿主选择是否接受反套路任务。接，必须接。晚出生500年，到时候出来岂不是就无敌了？请宿主放松神识，陷入沉睡，系统将为宿主改造体质。灵明石猴明天就要出世了，我佛教理应大兴，筹备许久的西行之路，终于要扬帆起航了。金蝉子，你刚刚是左脚先跨入大门的，实在是对我佛不敬。本座罚你去凡间体验一下十世轮回。阿弥陀佛，天道大兴，我佛。议会时辰到了，我晃动一下凌霄宝殿，大家都配合一下，明白吗？天道兴佛，还得让我们这些天庭的道教神仙配合，真是让人不爽。哼！都吩咐下去，一会儿石猴出世，让下面那些恶鬼叫的凶一点，大家都积极配合。不错，这次我们可以利用一下石猴，把咱们之前的那些烂摊子都毁掉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这猴子怎么不出来呀？是睡过头了吗？佛祖，怎么还没动静？佛祖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也更希望佛教崛起啊，可是这情况我特么的怎么知道啊？天机居然被遮掩修改了，出世的日期居然变成了500年后。谁他妈的这么大胆，敢违背天道旨意，阻挡佛教兴盛？唉，金蝉子，你投胎早了。兄弟们到点了，摇起来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妖魔出世了？3界内怎会有这么大的动静？千里眼顺风耳，你2人速速查明真相。是，陛下。回禀陛下，咱们行动的有点早，下面还没有动静呢。每次都来这一出，真叫人心惊。哎，白忙一场吧。出了点意外，我刚刚推算了下，灵明石猴出世要500年后。这什么情况？猴子怎么还不出世？他要是不出来，咱们那些生死簿里的乱账可就没人背锅了。丁，宿主晚出世500年，反套路任务完成，奖励荒古至尊体。系统，我啥时候出世？明日，东方第一缕紫气。什么齐天大圣，没听说过。小小的弼马温，一个管桃园的猴头，妄想去瑶池赴会，真是做梦。告诉你那玉帝老儿，他看不起俺老孙，倒要叫他看看，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。怎么回事？殿在晃动，从未见过天庭这样震动。
你们看他那双目金光射出，恐怕不是凡人之躯啊。看来这灵明石猴不简单啊，一出世居然有如此动静。这灵明石猴一出世，居然就有地仙的修为，怪不得能引发如此天地异象，真是好强的修炼天赋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可是未来我佛教的斗战胜佛啊！玉帝陛下，这石猴似乎是先天生灵，一出世便有着不俗的法力，我们要不要先把他抓来？暂且不用管他，都散了吧。一切事情按照之前与灵山商议好的进行。如此一来，就等着石猴来拜师即可了。这石猴的天赋倒是让人震惊，哈哈！天道兴佛，我佛教势不可挡。都散了吧，各自回去把装备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表演的怂一些。我擦！我只是想从石头里蹦出来，谁他妈的知道一蹦就蹦上天了？这是什么鬼啊？请宿主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。我他妈的直接地仙了，怪不得刚才随便一跳就跳了那么高。系统，我刚才是不是太高调了？会不会被人扼杀在摇篮啊？系统早已为宿主遮掩天机，在别人看来，宿主就相当于洪荒时期的先天生灵而已。系统，你太牛了啊！帅猴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搞对象吗？哎呀，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这他妈的随便一只猴子都能口吐人言，只不过这一脸渴求是什么鬼？神话世界都这么开放吗？你是不是还没有家？你可以跟我回去，加入我们。加入你们？我他妈怕你们缠我身子，老子毕竟前世还是个人啊！老子就算从山上跳下去，也绝不加入。崛起的人生，从水帘洞之我不当美猴王开始，请跟随猴群找到花果山水帘洞，并不能成为美猴王。任务奖励1，系统升级至 LV2，可幻化为人形。任务奖励2，至尊羽化诀。此功法乃是修炼身体内60万亿细胞，每个细胞都可以修炼成为一方世界。我靠，一个细胞一个世界，那他妈要是练成了什么狗屁的圣人，我一指头都能戳死啊！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天生不爱说话吗？那好吧，我就跟你先回去吧。你是什么猴子啊？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呀？和人类一样好看。你好强壮呀，人家好喜欢，好想和你生猴子。你们快看，那瀑布后面好像有一个山洞，想必里面肯定是一处福地。我记得原著里好像是一只老猴提议，谁进水帘洞就让谁做大王。既然你丫的不接戏，那就别怪我抢戏了。我们今日赶闲无事，不如大家比试一番，哪个有本事的敢钻进瀑布寻个源头，出来后不伤身体者，我等便拜他为王。这么高，谁能跳上去？就是，这也太危险了。我这戏倒是抢足了，只不过这群猴没一个有上进心，看来我得帮帮他们。都起开，让我来。好气呀，我真没用，看来咱们的猴王是上天注定了。猴王，猴王，猴王！这石猴确实是挺倒霉的，竟然痛失猴王之位了。是啊，石猴虽然天生灵体，但是并未接触任何修炼，加上猴子毛手毛脚的，也属正常。只不过不知道对西游之事有没有影响。继续观察吧，我们就按照正常流程走就行。如果有变，也是西方那群家伙头疼。
佛祖和顾发笑。我刚关那石猴，笨手笨脚的摔了一跤，痛失了那猴王之位。石猴不做猴王，那他会不会离开花果山？之后的安排会不会有影响？无妨，我看那老猴命数已尽，已有取死之道。你去地府安排一下，然后推动下事情进展。弟子明白。拜见大王！拜见大王！拜见大王！诸位爱卿属实害苦了本王，这个大王真是当之有愧呀！大王，别的妖王都有名号，大王你也起一个，你就叫美猴王吧，怎么样？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美猴王，未免有些不要脸了吧？要不叫老猴王吧，这个倒是挺符合的。我觉得不妥，咱们美猴王是一个称号，第一代猴王是美猴王，以后每代猴王也都是美猴王啊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丁，任务成功，任务奖励1，系统升至 LV2，系统开启化形功能，任务奖励2，至尊羽化诀。慢步，慢步。我靠，系统你丫的竟然是个女的，而且怎么长得像我一位故人？那我以后就叫你小马吧。小马，听起来还不错。那么本系统现为宿主发布新的任务，3年内不准离开花果山，不对任何人拜师学艺。任务奖励：地煞72变，筋斗云。这任务好啊，自己不用拜师，原著里有的也一样不缺，完美。恭迎观音大士。楚江王不必客气，我来找你有事相求。观音找我能有什么事？虽说佛教地藏王也在地府，但是地府其实还是归丰都大帝管的，不知观音大士有何事需要小王帮忙？你应该知道西行之事多了些变数，所以我想请你在新任美猴王的寿数上做些手脚。观音大士，这事恐怕不好办啊，若是让玉帝知道，就算是丰都大帝也不好保我啊。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可以吧？成交。以我们和佛教的关系，说这些不就见外了？走走走，我们进屋促膝长谈。你所说的事情，我已经吩咐观音去办了。灵明石猴晚出世500年，我们不能再让他待在花果山浪费时间了。我会尽快安排人手推动石猴去方寸山学艺，3年内保证他到方寸山。这样也好，我便回去静候佳音。快来人啊！大王驾崩了！大王驾崩了！大家不要多想，老猴王侯迪只是正常的寿终就寝，大家都不要伤心。你要去干什么？回去睡觉啊，现在天还这么早，不睡觉干嘛？老猴王死了，接下来肯定是选举下一任猴王，这石猴怎么没有一点上进心啊？你们说，咱们下一代猴王该由谁来做？我觉得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办法，谁能从下面一下子跳上来，谁就做咱们新的美猴王。此法倒是可行，不过你们觉得有谁可以办到？我觉得那个石猴可以，咱们可以让他来试试。你们等等，我现在就去喊他过来。石猴，只要你能从瀑布下面跳到洞口上，我们就拜你为王。是啊，跳下去就算你本事大。不跳了，昨天摔了一跤，腿好难受，跳不起来了。不对啊，
我今天早上和你说话时，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母猴绝对是个奸细，不是天庭派来的，就是灵山派来的。哎呀，好疼！我也不知道，就刚才回去又睡了一会儿，腿就开始疼了。宿主反套路成功，获得9转金丹。我擦，9转金丹！我什么时候反套路了？谁他妈的套路自己？等等，是刚刚那只煽风点火的母猴子设套让自己钻的。对方既然想套路我，那我也可以进行反套路获得奖励啊！这不就是我的专属经验包吗？这石猴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怪异？跟预想中的性格反差了许多。对不起，帅猴子，刚才我也不知道你腿不舒服，还拉你走得那么快。没事，不怪你。我靠，在这套路老娘呢？不是说右脚瘸的吗？怎么变成左脚了？此刻水帘洞外，众猴子为了争夺猴王之位发起了战争，一瞬间场面十分混乱，个个都打得头破血流。最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猴子出面做了猴王，才结束了这场纷争。将士们，新大王，快来人啊！我们的新大王又驾崩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又驾崩了？美猴王果然是一个高危职业啊！这次的大王也是老死的吗？为什么早不嘎晚不嘎，一做大王就嘎了？是不是谁做大王谁就会嘎呀？难不成是我们里面有人故意搞鬼，想要做大王才害死2个大王的？我感觉侯迪与侯渠应该都是老死的，他们不是中毒，身上也没有伤，不可能是被人害死的。肯定是寿命到头才死的。我看我们这次应该选一个年轻强壮的美猴王。为什么要年轻力壮的？我觉得我们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猴王。如果选一个老猴王，那么不久后老猴王一样会老死，倒不如选一个年轻强壮的猴王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带领大家。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这样更好？没错，年轻强壮的猴子活的时间久。好办法，我提议我们的新猴王就由刚才提出意见的这位母猴来做。你丫的来套路我当猴王，就别怪我把你给推上猴王之位。凭什么他做猴王啊？我们不服，除非他有什么能让我们佩服的地方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位母猴不怕死。其次呢，意见是人家母猴想的，肯定是母猴做猴王啊，难不成你们也不怕死的，想当猴王吗？我突然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。我看你更合适，就由你。哎，大家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参见新猴王？石猴拜见大王。拜见新大王，祝大王万寿无疆。反套路成功，获得9转金丹乘2。完了完了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岂不是要被3界众仙嘲笑死啊？不行不行，我观音就是死也不做猴王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快来人啊！我们的新大王又驾崩了！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！3个大王就这么没了！我们要不就这样吧，不要再选猴王了，当猴王太危险了。这到底是谁在搞鬼啊？奸细猴做了猴王，竟然也死了。要不是系统有任务，暂时不能离开花果山，我特么的早跑路了。不好了，不知道哪里来了几个妖怪，说要占领我们的洞府，领头的那个狼妖好厉害，已经打伤了我们好多人。里面所有的猴子都给我滚出来！
这个洞府现在由我们三郎帮给征收了，若不然，一会儿别怪狼爷大开杀戒。这是我们找的洞府，凭什么让给你们啊？一群臭猴子，有本事下来跟狼爷单挑！今天狼爷要大开杀戒，不要怕，我们一起上，保护我们的洞府。大王，饶命啊！都是这个狼妖逼我们来的，不要杀我们啊！我来个 DJ 服啊！我已经这么强了吗？那狼妖可是我亲自挑选的，修为也是半步地仙了，居然被石猴用一块石头轻松秒杀了。这狼妖算是要迈入妖仙境界了，结果在石猴面前什么法力都没有用，就被一颗石头给爆头了。这石猴还没修炼就这么强了吗？启禀玉帝，刚才石猴用一块石头就击杀了一个快要迈入妖仙境界的狼妖。石猴乃是先天生灵，一出世便是地仙修为，即便是未曾修炼过，击败个地仙天仙也不奇怪。你们继续观察吧。这如来真会给自己吹牛逼，这石猴寿命起码上千年，怎么可能3年就会来找自己拜师呢？不行，我得找如来那家伙要个说法。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抢我们洞府？你们那里还有没有厉害的妖怪？我们是三郎帮的。我们大王得到消息，你们猴群找到了一个福地，然后就派三大王带我们来查看。大王和二大王他们比三大王要厉害多了，据说还会仙术。哎，大家先安静一下，要不咱们把水帘洞让给他们？不行，他们的三大王都死了，我们就算是让了福地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怎么可是拼了吗？就是不行就跟他们拼了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准备，这水帘洞是个好地方，易守难攻，咱们可以提前埋伏好机关。我靠，这猴群智慧好高啊！怪不得原著里石猴能够带领猴群硬扛天兵天将，看来花果山的这群猴子也都不是简单的主。你们说，是老三自己独享了，还是出现意外了？估计是三大王见福地好，不想回来了。他喵的，谁在这里挖了这么深的坑？天哪，怎么这么多陷阱？要是所有妖怪都这么蠢，那西行之路简直是跟喝凉水一样简单。你们这群猴子居然敢暗算狼爷，今天就扒了你们的皮，做件猴毛大衣。这些机关陷阱对付一些小妖怪还行，但是对付狼王这种级别的妖怪还是不够。
太厉害了！这狼妖本体就算是普通的刀剑都伤不着，居然被几颗石头给射穿了身体。这石猴有如此大的力量，竟能以普通石头射穿同境界妖怪身体，就算二郎神那种肉身成圣的家伙，在没修炼之前也办不到啊！难不成这石猴从石头里蹦出，天生有什么与石头相关的神通，所以才这么厉害？可恶！我要杀光这些猴子，替2弟3弟报仇！小的们，全都带上兵器，随我前去宰了那群臭猴子。不知道那位丢石的前辈是否还在此处？如果在的话，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把握对付那个狼王。眼下还是苟着默默发育，等到3年后神通到手，就将72变和筋斗云都传授给花果山的猴子。既然那位前辈不在，那就按照我之前说好的，都迁移吧。不要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我们不走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其实我觉得吧，前面2个狼妖都杀死了，后面那个也不会多厉害吧。快跑，不跑就来不及了。想跑？今天就把你们这群猴子的脑袋割下来，为我2弟3弟报仇雪恨！竟然还能躲开，真是小瞧你了！石猴，你竟然这么厉害！哎呀，你打得我好疼疼！你丫的是在侮辱我吗？你找死！可恶！我要你们所有猴子都死，都死！你撒开！大家都特么的是仙人，大家能不能上点档次？我受了重伤，可能命不久矣了。麻烦你们挖个坑，把我埋了，可以吗？不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能好起来的。不，我一定会死的。快点挖坑把我埋了吧，求求你们了，我想安息了。你觉得这石猴一时半会儿会离开花果山吗？大可放心，观音办事不会有问题的。这石猴也只是面对一些低级小妖才行，等后面他就会觉得本事不足，自会离开花果山寻仙拜师。那就好，希望不要再出现什么变故吧。金蝉子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以轮回9世，随时可以开启10世轮回，进行西行取经。天庭那边呢？他们安排的人手基本也都准备妥当，在石猴安排好后，就可以让金蝉子10世轮回，开始西行第1难了。陛下，石猴好像跟狼妖同归于尽了。那猴子可死不了，你们继续观察吧，有什么事继续向我汇报。是。不对呀，以前我看的那些医书上面说，石猴很健康啊，但是怎么就不醒呢？没事就好，可能是有些受伤了，陷入了昏迷。我靠，这群猴子太离谱了，竟然还会看病。本来是想假死3年，等完成任务后再出来浪，结果现在想死也死不成啊！牛逼！我这是在哪儿？我竟然还活着！太好了，石猴醒了，石猴没事了。石猴醒了，石猴没事了。
我靠，这他妈不是白晶晶吗？不会吧？难道我很丑吗？你没事吧？吓到你了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会吓到我？不得不说，这小模样长得挺带劲儿，身材也非常哇塞，很完美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有人来夜袭？我靠，大半夜的怎么会有女人在这里？哇，好多小猴子耶！没什么事情，大家都回去睡觉吧。我刚才只是惊讶了一下而已。你不回去睡觉吗？哼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花果山里？我时常做一个梦，梦中有一位英俊的书生，我想要找到他，却始终没有找到。那你觉得我是吗？就你，别开玩笑了，你是个猴子好不好？猴子，你翻脸比翻书还快。石猴，大事不好了，你快出来看一下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今天早上我们睡醒起来一看，整个花果山都被冰封了，还一直下着大雪。对了，怎么就你们几个？大家人呢？猿猴长老说这雪下的诡异，花果山都被冰封了，我们要尽快寻找食物，不然大家都会饿死的。然后就去寻找食物了。好吧，那你们继续在这守着，我去海边看看，顺便找点食物。看来这次出手的人实力不弱，这大神通大手笔着实不凡。对面的妹妹，你快过来呀！好一个粉毛萝莉！呸呸呸！中二少女！好可爱的大猴子啊！你喊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看你自己在那里玩挺孤单的，我们一起玩耍。好啊，那咱们一起去海上滑冰玩。其实我看你这个玩的一点都不好，你跟哥哥回去，哥哥教你玩，肯定比你这个更好玩。什么更好玩？我才不去呢！你这个怪叔叔实在坏得很。你别害怕，我就住在花果山，我们那里有好多小猴子呢。而且我看你在冰上滑行，我有个更好玩的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在花果山里有个瀑布，瀑布下面有一条河流，咱们可以坐在河流上游顺势的下滑，我们还可以比赛玩，看谁滑得最快最好，怎么样？那好吧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观音大士能降临我东海，实在是令我东海蓬荜生辉啊！大士请。东海龙王不必客气，应该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什么麻烦不麻烦，一点小事而已。大师以后还有什么地方能用得着小王的，尽管开口。不好了，龙王大人，公主被那个石猴给拐回花果山了。你们说什么？公主怎么会被石猴给拐跑了？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不是让你们一起看着吗？公主原本在海面上玩得好好的，可是被石猴喊了过去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跟着石猴就回花果山了。还不快去派人把公主喊回来！怎么样，找了多少食物？
情况有些不妙啊，食物是找到了不少，只不过这些灵果也存放不了多久。如果这大雪一直持续着，我们最多能坚持1个月。吃鱼行吧，咱们与海这么近，即便是海边都被冰封了，咱们也可以破冰抓鱼吃啊。鱼好吃吗？咱们吃那个鱼能行吗？烤鱼当然好吃了，还有麻辣小龙虾、干锅香辣虾、大闸蟹、乌龟汤。我的天哪，这石猴太可怕了吧！哇哦，好大的龙虾和螃蟹啊！吃这个能行吗？不能吃，这个不能吃，他们是喊我回家的。小姐，龙王陛下喊你回去有事，快回去吧，他老人家挺着急的。好的，那咱们回去吧。石猴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找你玩哦。对了，你们看见白晶晶了吗？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女人。飞走了。对，一大早的就走了，一下就飞到了天上了。那咱们现在去海边呗，砸冰窟窿抓鱼。我听他们说，今天你跟着一个石猴去花果山玩去了。是啊，那石猴可聪明了，他想出来的游戏特别好玩。你这段时间不要再去花果山了，最近花果山不安全，不知道哪里跑来了一只金鱼精，甚是厉害。你就看这花果山被冰封就知道了。那父王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难道你也打不过他吗？不是我不想阻止，而是这金鱼精神通厉害，想要破了他的法术，得学习天罡36变与地煞72变。在哪学习啊？那是不是只要找到会的那个人，就可以让花果山恢复如初？传闻方寸山斜月3星洞有一位堪比玉帝如来一样的高人，会这2种神通。只不过就算是去请人，那也是花果山猴子们要做的，轮不到咱们插手。石猴啊，你赶紧的吧，老娘的定海神针早已饥渴难耐了，结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放火呢还是着火了？烤鱼呢，点不着火啊，这柴太湿了。你们这么多猴子，居然没有一个会法术的。又没有人教过我们，我们哪里会啊？来，你们都靠一边站着，我先把这里的烟给吹走。什么上官七八岁终身强制圈粉还有几把？我还以为你离开了呢，怎么一天没看到你？我帮你们买棉衣去了。真是谢谢你了，晶晶姑娘。我们正想着给年纪小的猴子们做一些兽皮护寒呢。小事，你们还需要啥？可以跟我说一声，我帮你们弄去。你别说，还真有件事儿需要你帮忙呢。干嘛？我呀就跟你客气一声，你还真使唤上我了。臭猴子，我父王说花果山附近被冰封，是一只金鱼怪搞的鬼。这金鱼怪神通了得，只有地煞72变与天罡36变才能破之。在犀牛贺州方寸山斜月3星洞里有一位隐士仙人，他就会这2种神通，你可以去请他来。这尼玛，现在的套路都这么明显了吗？还特么利用一个单纯的小姑娘传话。老龙王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套路的可能是你未来的女婿？唉，可惜我现在不能离开花果山。前几天为了保护整个猴群，我拼死与狼妖一战，受了10分严重的内伤。那你不要紧吧？当然要紧了，最起码得3年才能恢复呢。那要不这样，我家里有很多疗伤的丹药，我回去帮你拿点。那倒是不用，
那个小萌啊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长得好漂亮啊？啊？什么呀？哈哈，来抓我呀！哎呀，石猴你好讨你怎么这样啊？对不起，我刚才脚下一滑，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。我帮你拍拍身上的血吧。哼，才不要你拍呢，我不理你了。那你明天还来不来找我玩啊？你不来我会。会什么？会想你的。才不会来呢。我等你啊。宿主套路纯情小女生成功，获得奖励人参果橙1。我擦嘞，这特么还有奖励？我靠，这绝对又是谁安排过来的奸细猴？哇哦，这是谁家的猴宝宝啊？好可爱呀，好想养一只啊！老娘什么段位？天上地下谁敢不给老娘面子？哪个敢捏老娘的脸？这小猴子真可爱呀，哥哥忍不住亲了你几下，你别生气哦。这泼猴竟然敢亲自己，难道他想死不成？这小猴子就被自己捏了几下，亲了几口，就被气得浑身发抖。就这心态，还玩无间道呢。她叫侯小妹，也是花果山的猴子，之前一直生活在后山那边。这几天不是突然降下大雪，我看她自己在后山也不好生存，就把她带了回来。猴小妹，好名字啊！小妹妹别生气了哦，一会儿哥哥给你烤鱼吃。还没来吗？那我先躲起来，等下给他一个惊喜。臭猴子，还说人家不来就会想人家，既然来了，也不多等一下就走了，真讨厌。咦，听着声音，好像是臭猴子的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。我受了重伤，可能要昏迷了。在昏迷前，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漂亮的白雪公主，她吃了继母皇后给的诅咒苹果，然后陷入了昏迷。好在有一个善良的王子路过，看到白雪公主十分美丽，便亲了一下。于是白雪公主就被王子的吻给救醒了。最后两人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你醒醒啊，是不是受伤很严重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王子能把白雪公主吻醒，那自己是东海公主，是不是也可以把她吻醒？可是吻她呀，一吻就能救醒她。你现在可是在救人啊！再说，你们昨天已经接过吻了。
不行啊，你身为一个女孩，要爱惜自己。昨天那是意外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自己这套路耍的，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？套路纯情小姑娘，奖励9转金丹乘2。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啊！人家那么单纯的一个小姑娘，你都霍霍，太深口了啊！不过本小马喜欢。佛爷请了那么多演员，漫天神佛都在等着你这个主角过来开机，你特么的该干嘛不干嘛，居然在泡一条龙，我是真想弄死你啊！我靠，这猴子牛掰啊！3、2天的功夫就拿下了一个小龙娘，我要不要和他学习一下，然后去广寒宫找嫦娥们试试？这时候真是一点正事不干，昨天还轻薄完老娘，现在竟然去泡一条龙，真拿老娘当空气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泼猴好过。今天就给这石猴点颜色瞧瞧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棒打鸳鸯。龙王倒是好生悠闲啊。原来是观音大士啊，你不是说有事忙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是有事，不过嘛，我有必要来趟龙宫提醒你一下，你那个女儿现在是真的被石猴拐跑了。刚刚花果山后面的那片山林里，他们都吃起了嘴子。还好观音及时通知了自己，要不然再晚几天，生米都要煮成熟饭了。人家用小拳拳捶你胸口，打死你个小坏蛋！放肆，快给我松嘴啊！我先回去了，我改天再来。泼猴，你以后不许再跟他见面了。我跟小萌是真心相爱的，以后不跟他见面，那比杀了我还难受。活该，谁让你还传话过来套路我去拜师？你知道什么是相爱吗？你们才认识几天，你这就是见色起意，你下流。这些都不要紧，我只知道我们在一起很快乐，这就足够了。泼猴，我就实话告诉你了，敖小萌是我龙族公主，整个东海的掌上明珠，你一个小小野猴根本配不上她。从现在开始离她远一点，别逼我杀了你。岳丈别生气，小婿我天生牙口不好，就适合吃软的。况且我与小萌情投意合，岳丈大人如果棒打鸳鸯，就不担心小萌以后变得郁郁寡欢吗？你也不想失去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吧？观音不是说只要给石猴树立一个变强的理由，石猴就会去拜师吗？可这石猴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？这总感觉他把我当成了无能的上司。哈哈，有意思，实在是有意思啊！能把倒插门说得如此清新脱俗，这石猴当真是个妙人。
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做梦吧！我实话告诉你，就算我成全了你们，可你知道我龙族的寿命是多久吗？我女儿虽然已经1000岁了，但她现在连成年期都没有到，以后至少能活上万年。你短短300-500载寿元，你觉得你们合适吗？没事啊，你们龙宫不是有很多宝贝吗？你到时候多给我吃点灵丹妙药与仙果，我不就一样可以活万年了？丁，不要脸的反套路成功，获得暴击，9转金丹乘5。你们暂时不要见面了。3年后，如果你变得有本事了，你们还彼此喜欢，我就成全你们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加油吧，骚年！老娘燃尽了。如果这样猴子还不想着去拜师，那老娘就真的没办法了，只能回灵山找如来了。难不成是他在跟踪我？他丫的，明里暗里的搞老子，还他妈玩跟踪，实在太可恶了！哎呀，这不是猴小妹吗？真是太巧了，哥哥一天不见你就想死你了。你快给我撒开！你说撒开就撒开，我多没面子！你是想死吗？这猴小妹虽然是个奸细猴，不知道是谁派来的，但我可以反套路，直接拿下她。反正就是玩，吃干抹净后，再狠狠地甩掉她，岂不美哉？对不起啊，小妹，我刚才用劲大了，脸还疼不疼了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你再敢捏我的脸，我就要你好看。小妹你真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在刚才那么一瞬间，我的心差点被撑死了。为什么心会被撑到？因为你钻进了我的心里，所以我感觉心撑得要死了。想不到这时候还是一个渣男啊！刚爱上一头龙，现在转头又爱上了一只猴。哼，咋没撑死你啊？小妹妹，你又调皮了哟！石猴，我警告过你了，你居然还捏我的脸，信不信我跟你拼了？哈哈哈哈！你是想跟我拼了吗？那咱俩去雪地翻滚一下，给你降降火。石猴，我要杀你！观音啊，可真是委屈你了，本座一定会好好记你一功的。不行不行，今天哪怕自己不能动手，也要找个人教训一下这死猴子。这情况不妙啊！难道这里面有埋伏吗？我刚才是给你开玩笑的，别生气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是因为喜欢你才会逗你的。假如你要是有什么危险，我就是豁出命也会救你的。哼，泼猴，是真是假，一会自会知晓。如果是真话，就让你受点轻伤；如果是假话，就等着被抬回水帘洞吧。你可是那个打死了狼妖三兄弟的石猴，你知不知道那狼妖三兄弟乃是我召的？我不是石猴啊，老兄你认错猴了吧？我是大力猴，大力出奇迹的那个奇迹猴。什么？你不是石猴？你放屁！你丫的就是石猴！我不是石猴啊！你怎么会不是呢？你就是石猴！我真的不是啊！你认错猴了。你说那个石猴刚才被东海龙王带回龙宫了，真的。不信你问他。是这样吗？尼玛，你这条蠢鱼没点脑子吗？刚才我都给你肯定过了，你还要问我？老娘是卧底呀！你让老娘怎么回答？
没错，石猴被带到东海龙宫了。哈哈哈哈！笑死你爹了！这大头鱼怎么这么蠢啊？随便一轰就哄住了。想必它主人应该也是个蠢的。咱们快回去，别让那条蠢鱼追上来。猴小妹、金鱼精，还有冰封的河流，这猴小妹该不会是观音变的吧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不仅捏了她的脸，还亲了她，完犊子喽！你干嘛又捏我？因为我现在不捏，以后就捏不着了。那鱼妖怪现在回来了，我可能要死了。你不要管我，快点跑啊！快撒手啊！你让我溜倒时先松开我啊！死猴子，你竟敢骗我！就是你就是石猴！石猴，你快松开我！我现在回水帘洞给你喊救兵。放开那个女孩！我知道了，好你个浓眉大眼的金鱼精，你肯定是看上了我的猴小妹，想要将她抢走，所以才对付我。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把猴小妹让给你的。小妹，你别怕，今天除非是我死了，不然这个鱼精绝对伤不了你一根猴毛。你快放开他，有本事咱们单挑。小小金鱼精敢来我花果山抢母猴，我今天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动猴小妹一根猴毛。有本事你过来打死我！这石猴还真是个人才啊！要不今天先这样，我来说个数。3年后的月圆之夜，你我二人以武会友，打他一个3天3夜，听懂掌声？你特么当我傻啊？3年时间，如果你跑了，我去哪里找你啊？金鱼兄，你是一个聪明人。我这段时间受了严重的内伤，需要3年才能恢复。此时你就算是胜了我，也绝不光彩啊！好，就听你的。3年后的晚上，咱们就在花果山顶上打一场。你要是不来，我就去水帘洞把那些猴子都抓起来吃了。大头鱼，老子3年后非得用金箍棒把你戳穿，然后放在火上烤着吃。这回石猴总该去拜师学艺了吧？石猴，谢谢你刚才保护我。你丫的也是个戏精吧？心里明明想锤死我，嘴上却还感谢我，那是必须的。我说过了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有人可以动你一根猴毛。你就不要太客气了，也不要说什么感谢的话，太见外了。其实你要真的想感谢我，那就以身相许吧，我勉勉强强会让你做小的。哈哈哈哈！怎么现在知道猴小妹的真实身份后，再欺负她、戏耍她，心里反而更爽了。不仅爽，还感觉特别的刺激啊！我都警告过你了，不许捏我的脸，不然我就……哎呀，小妹，你看我刚才拼了命的救你，还不能让我捏一下脸了？你还说，你刚才都把我的脸捏疼了。哼，我不理你了。喂，石猴，你这一天又干嘛去了？我这个……哦，对了，我是去寻找花果山被冰封的真相去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有人做法把花果山冰封了？石猴，真是有人把我们的花果山冰封了吗？为什么要冰封我们的花果山啊？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？花果山上好多小动物们都死了。那是一个金鱼怪，反正特别厉害。我与他大战了整整1天都不分胜负，于是定下了个3年之约。不过我觉得那个金鱼精背后还有主谋，等我以后变厉害了，一定将他抓住留在我身边，给我为奴为婢。我靠，这观音该不会大半夜的过来报复自己的吧？怎么了？看到我很害怕的样子，跟见鬼了一样。没事儿，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我这里做什么？